美东时间在昨天傍晚呢，川普在竞选集会现场遭遇到了刺杀事件，最终的结果是造成2死2重伤这么一个惨剧，其中其实还包括这个枪手啊。但是万幸的是呢，川普奇迹般的躲过了致命的子弹，他只是受了一点轻伤。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这位枪手究竟是谁？他是如何到达现场，并且躲过了特勤局的监控，成功的开枪？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金远。从川普遇刺到现在呢，已经过去了12个多小时了。我们先和大家来简要的复盘一下他遇刺的全过程，看看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究竟都知道一些什么样的信息。这个刺杀发生的时间是在美东下令时间的昨天下午的6点11分。当时川普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巴特勒这个地方，在一场竞选集会上面，他正在发表演讲的时候，突然就遭到了枪击。现场啊是一下子又连续的响起了多次的这个枪声。那么川普的反应是很快的，他立马就捂住他的右耳，就俯下身体，然后特勤局的特工大家看到就一拥而上，立马把他给围住了。随后呢，川普就在特勤局人员的这个保护之下，立即就撤离了这个演讲的现场，并通过直升飞机送到了医院去进行治疗。随后呢，官方立即就出来声明确认，川普的右耳这个地方，它是右耳的上半部被子弹所洞穿，那颗子弹距离他的太阳穴只有不到半厘米。但是呢，川普确认是没有生命的危险。那么在川普从这个现场撤离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这个血流背面，但是呢，这个川普依然是顽强的向民众举起了拳头，连喊了3次 fight， 就是战斗这个意思。到目前为止呢，川普的这张照片，我们马上让这个导播给大家放一下，就这张照片，大家看到吧？它已经成为在网络上堪称是爆屏的一个画面。光是马斯克他一个账号在这张照片就被转发了，到目前为止啊，我和大家做直播之前超过了36万次，转发超过36万次，而且还在急速的在飙升之中。这个瞬间，它也是从此就会被定格在美国的历史之中。那么现在马斯克本人他都会把这个画面和当初就是那个美国插旗的那张非常有名的那张历史照片，2战之中，是吧？把它给放在一起，很多人在第一时间联想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一次的刺杀事件的伤亡的情况呢，它究竟是怎么样呢？现在是我们知道的情况是2死2重伤，刚才和大家简单提到了，其中一个死亡是包括枪手本人，他在现场就被击毙了。川普本人是遭遇到了轻伤。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是川普他到达医院的第一时间，他立即就在他那个就是 Truth Social 他自己的那个社交媒体上面立即发了一张帖子。首先呢，他是感谢这个特勤局的快速的反应保护，对他的保护。然后呢，他是就对这个死者表示哀悼以及安慰这个受伤者，慰问这个受伤者。那么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川普团队立即在网络上就发起了对遇难者的这个慈善的捐助。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要讨论一下这个枪手的情况，当然这是所有人都非常关注的。枪手的身份呢，其实在昨天晚上，大概就是在枪击事件发生几个小时以后，在网络上的网传的信息就已经说确认了他的这个身份的信息。他是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州叫做伯特利公园的这么一个地方的一个当地的居民，他是一个白人，是20岁的一个年轻人，名字叫做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这个伯特利公园它其实是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它距离这次发生这次刺杀的那个巴特勒大约是有70公里左右，大约就是说开车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车程。那么这个身份这个枪手的身份在昨天是在网络上流传的。随后呢，我们看到在昨天半夜时分的时候 ，FBI 是正式的来发布了一份这个声明，就确认了的确是这个人。在此之前，可能大家看到曾经有很多的传闻说这个枪手是一个华人，或者说是一个亚裔男子，等等，也有的说是以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身份、其他的名字等等。但其实现在看起来都是错误的。就是 FBI 正式发布的声明是确认的，的确枪手就是叫这个克鲁克斯的这个人啊，就是这个名字。然后同时呢 ，FBI 呢还发表这个声明中，他们还说这是一项正在持续进行的调查，呼吁所有可能有助于该调查的这些信息，比如说你当现场有拍下了什么照片呐、视频呐，或者你对这个人本身你了解到他什么样一些信息，都欢迎大家去这个进行这个提交。与此同时呢，就是 FBI 呢，
他们还曾经表示说他们没有确定这个袭击者的动机。我知道这个动机呢，大家可能都会比较，也是各有不同的这种说法啊，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所以呢，后续的调查要调查他的动机，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然后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 FBI 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们说是直到枪声响起以后，执法部门才知道川普集会附近的一座建筑物的屋顶上有人。大家注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我们之后还会和大家来提到这个信息，再来讨论它。那么枪手的情况呢，他是在开枪以后就被特勤局立即就当场就击毙了。他当时是趴在附近的一个谷仓的这个屋顶上。这个谷仓呢，它距离川普的直线距离只有大约是130米左右，但这个只是一个粗略的一个估计啊。我看到是现在有2个数据，一个说法说是距离137米，一个说法说是距离125米。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就取一个大约的中间值，就是大概在130米左右。他使用的武器呢，是在美国非常流行的，也是非常普遍的，叫做 AR-15型半自动的步枪。那么这款步枪它在美国是流通非常广泛的，它主要是因为这个射速高，而且这个杀伤力大，而且这个准确性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近年来在多起的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中，你看到这个很多枪手使用的都是这款武器。那么这个枪手呢，现在关于枪手进一步的信息，我看到的是已经还有多种的说法啊。有的说法呢是说，已经他被挖出来一些这个相关信息，说他是注册的共和党人，他还不是什么民主党人，是吧？但是呢，这个说法呢，我觉得它本身其实并不能够说明什么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前就是还在共和党的竞选早期，大家知道，川普最大的党内的竞争对手是黑利，对吧？就是竞争共和党的提名人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曾经有很多民主党的支持者，他们都去注册了自己是共和党，然后他主要是给投票给黑利，其实目的主要就是说排斥这个川普嘛，想要击退川普，所以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多的。那也就是说，即便说这个枪手真的被证实说他是一个注册共和党人，也并不能够说明什么这个问题，对吧？还有呢，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枪手呢被挖出来说曾经给这个民主党有过捐款啊，意思就是说，那么他其实是民主党的这个支持者。还有说法是说他是一个安提法，就是说这个黑命贵的那个运动的一个支持者。同时还有说法是说，因为从他所身穿的那件 T 恤。说可以证明说他是美国枪支协会的支持者，就是他是拥枪权的一个支持者，所以呢，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不是也很讽刺吗？说这个川普你自己支持这个拥枪，但是结果最后就是这个拥枪差点导致你自己被这个刺杀等等。证据呢就是说，因为他穿的那件 T 恤好像是跟这个美国枪支协会的那个是有关系等等。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啊，刚才所提到所有这些有关枪手这些信息和说法，都缺乏进一步的证据，进一步的确凿的证据。那么，就即便是说被挖出来说他曾经给这个民主党有过捐款，我们也都不能够确定说民主党他们至少目前我们没有证据来说明这个话，是吧？就是说他是民主党指使的，或者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这样的阴谋论流传出来了。关于这样的阴谋论呢，我们下一步还要和大家来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些这个讨论和分析。我们先和大家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刺杀的这个全过程。这次的过程非常的惊险，我觉得在将来可能都会被拍成电影的。就是从刚才我们跟大家展示那张照片，是吧？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就是那个枪手行凶的那个谷仓那个位置，他和川普所在的位置，那个枪手差不多是在他的右侧，接近于是正对面的这么一个位置上，而且距离只有100多米。按说是在 AR-15这样的高精度的步枪面前，说100多米的距离，稍微有一点点经验、受过训练的这样的人，你说他要在这个距离上要爆头，其实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我已经看到有多个这种枪械的这种专家，他们都说在这个距离要想爆头，只要是有经验的枪手，他并不是太大的难事。所以这一次对川普来说，的确是九死一生的。那么我们回顾这个现场的画面，是可以清晰的看到，就在子弹飞向川普头部的那一瞬间，川普因为他当时正在发表演讲嘛，他真是鬼使神差一般的，他向这个右侧一下子这么转了一下头，然后就在转头的这一瞬间，子弹擦着他的面颊，贴着他的这个面颊穿过，然后把他的右耳的上半部分穿了一个洞。
其实现在就是川普那个耳朵受伤的高清的局部的那个照片，现在已经都出来了。但是因为他这个太血腥，完全都是鲜血，血肉模糊的，我们就不给大家放了。因为在 YouTube 这个社区上面，你放这种照片，他们是不允许的，就是说这个涉及到太血腥、太暴力嘛。那么这些证据，它就清楚地说明了2个事实。首先，第一，这个凶手他一定是有一定的就是使用枪支的经验的，而且他是直接冲着川普就是爆头去的。川普要是没有鬼使神差的转那一下头，川普今天恐怕就已经没了啊！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基本确认的事实。第二个呢，在我看来就是说这个川普他是自导自演的。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极左的这个个别的这样的一些人士，就在开始流传这样的一个阴谋论，说这是川普为了助推他自己的这个选票是吧？然后自导自演来一场假的这个刺杀等等，这种说法是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就是说，川普他能够从死亡边缘躲过这一次的刺杀，刚才我们说了，他完全靠的就是那一次神奇的转头。用这个班农的话来说，就是川普他是穿上了一件上帝的盔甲。川普这个班农完全是以惊呼啊，他说这简直不可思议。我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些就是美国舆论界的，或者说是包括演艺界的一些名人，现在都纷纷出来说话，都感觉说这简直就是太神奇了。不可思议的，如果说川普他没有转那一下头，真的可能他会当场就被这个刺杀在那个现场。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次奇迹了。说川普他能够活下来，只能够说是一种天意，是吧？用中国人所习惯理解的这样一个概念来讲吧。那么我们需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下这次刺杀的一个相关的背景，就是这次的刺杀呢，它是自1981年当时上一次对美国总统或者说美国总统竞选人进行刺杀，是在1981年发生的对罗纳德·里根总统的一次这个刺杀，是吧？当时呢，里根总统也是这个受伤。那么那一次的这个刺杀以后呢，里根总统就在当时的这个选举，在随后的这个选举之中，美国不是50个州嘛？他赢下了49个州啊。那么这一次呢，袭击他是大家注意，他发生的时间正好是在共和党的大会召开的2天前，因为2天以后呢，共和党就要在这个米尔沃基这个地方要召开他们的这个党代会，然后就要正式的提名把川普作为本次竞选的这个候选人，把他给推出来。如果说川普在这一次集会上面被刺杀成功，那么共和党就肯定是只能够另外匆忙之中，另外是去推出另外一个这个候选人，比如说是黑利，或者说是其他的谁，对吧？所以这个也会带来一系列的这个后续的阴谋论了。我们待会儿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那么现在为止呢，这次刺杀事件所产生的反响，毫无疑问是海啸级的，是地震级的，是吧？在刺杀发生以后呢，拜登他基本上是在说第一时间他就马上跟川普进行了一个通话，但是表示一种慰问了，而且呢，拜登这边他就立即暂时停止了他的所有的竞选活动，并且还撤下了就是所做的攻击川普的电视广告。这个我们觉得可以说他是竞选的一种常规，对吧？但是呢，这个在我印象中，这是拜登第2次这么做。上一次这个拜登这么做呢，当时是川普。就是在上一次的大选的时候，川普当时不感染了那个COVID-19 啊，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以后呢，拜登也是在第一时间听说川普感染宣布阳性以后，立马就停止竞选活动，然后把相关的这些广告全部都给撤下来。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的政治文明的一种体现，是吧？是非常典型的美国政治文明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无论说双方的政见分歧如何的大，这种就是互相的攻击，我为了竞选嘛，又如何的这种激烈，但是呢，就是遵守一个最起码的这种竞选的文明，这个背后其实它是一种职业道德，它也是一种道德，啊，这个底线不能够被突破。那么至于说这个枪手他为什么这么干，他毫无疑问是突破了一根底线。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是拜登政府的各大要员，除了拜登本人，还有副总统哈里斯，以及包括像布林肯是吧，国务卿，还有很多了，还有一系列的前总统，什么这个布什啦、奥巴马等等，纷纷都出来发表讲话，强烈谴责嘛这次这个刺杀。你甭管是真的假的，是吧？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其中某些人出来讲话，他不一定是真心的。但是，我觉得至少在表面上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文明的这种形式，这根底线，大家是维护住的。就连中共的外交部的发言人都出来，说了，表了一个态，
说这个中方关注特朗普，中共是把它翻译叫做特朗普，是吧？说中方关注特朗普前总统遭遇枪击的事件，习近平主席已向特朗普前总统表达慰问，就连习近平也就是说都对川普来进行了一次这样的一个慰问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在这次刺杀事件之中难以解释的一个最大的疑团，也就是说一个枪手。他如何能够在特勤局按照正常情况应当是无死角的这样一个严密的保护网之下，他居然可以带着一支半自动步枪，它是步枪啊，可不是手枪，手枪是随身你揣在身上，可能你还不容易发现，是一支长的这种步枪，顺利的进入到了距离如此之近，只有100多米的一个建筑物里面，而且还趴上了这个屋顶，然后非常从容的趴在那个屋顶上面瞄准川普，并且还顺利的开枪射击，他开了不止一枪。那么我们看到马斯克呢，他自己就发帖直接的就说，这次事件之中的特勤局的整个团队应当都要辞职。他就是意思就是说，因为这次的这个安保表现出现了巨大的漏洞，实在是有点太过业余啊，他觉得是有点不太好解释的。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啊，就是在我和大家做这次直播之前，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就是在整个集会现场的安保的检查。它的确是存在着很大漏洞的。首先，第一就是现场安保的检查非常的简单，因为我看到已经有这个现场的观众接受媒体的采访，他就自己就直接说，他们进场的时候就是用那个金属探测器把他身前身后这么照一下啊就可以了。那还有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在集会现场和外界，因为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照片呢。集会现场呢，它是一片那个开阔地，在草坪上，是吧？那么进入到了集会现场和这个外界之间，它其实并没有一个严格的隔离措施。也就是说，你进入现场的人，他很容易通过某些大家不太注意的一些地方，可以从外边的人可以把枪支啊什么的都可以递给他。第三一个，大家就是说可以看到，就是才100多米的这么一个距离，这个枪手是吧，130米左右。按照正常情况说，100多米的这么一个范围。应该说，周围的这些屋顶都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出现这种狙击手啊等等，都没有被清空，对吧？他没有设置警戒线，这个枪手能够带着枪顺利的爬上这个屋子、这个谷仓的屋顶，并且去开枪，就说明根本在那个地方、这个位置上面没有设立警戒线的。而他那个位置和川普那个位置是非常近的，其实是非常敏感的。按照正常情况下，应当是安保的一个重点清查、监控的一个地点。而且最可疑的是现在出来的一个就是现场目击者啊，这一位现场目击者的一个民众啊，他是戴着一个红帽子的，是一位男子，一看是一个白人男子。他就在这个现场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他是最先目击到这个枪手，他看着这个枪手带着枪爬上了屋顶，然后他立即就报告给了这个附近的警察。他就说，你们看那儿有一个枪手啊，爬上这个屋顶去了。但是呢，他说在接下来的长达4-5分钟左右的时间之内，他说这个警察是置之不理，没有采取措施，特勤局也没有做出应有的这种反应，直到枪声响起以后，特勤局才在第一时间啊就发起这个还击，就击毙了这个枪手。我们这下就回到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非常重要的 FBI 的声明，是吧？大家看到吗？它是对应上的 FBI 那个声明，也就是特别说是在听到枪响以后，执法单位才意识到有袭击的发生，才开始做出了反应。那么它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在发起从这个目击者他看见了这个枪手，他向这个警察进行了报告以后，到枪声响起，再到这个枪手被击毙，这中间大概有4-5分钟的这一段空档。这4-5分钟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啊，那个警察他为什么没有做出及时的反应？他有没有报告给特勤局？特勤局在接到他报告以后，他们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进行排查？说哪个屋顶？因为你给他报告了是在屋顶上面有人，那周围的这种屋顶，当然其实尤其是距离比较近的这些屋顶，首先就是要被特勤局要立即进行排查的。4-5分钟这个时间其实是并不算短的，是吧？但是为什么没有能够及时的发现这个枪手呢？所以这个必然它就随之而来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枪手克鲁克斯他是否是一头独狼？我们都知道独狼呢，它是一个就是名词嘛，意思就是说他究竟是一个人干呢，还是说是一个团伙，背后其实是一个组织，是吧？有一套策划呢？
你如果说正常情况下，大家想，如果说这个警察他在接到这个现场民众的报警以后，他立马一个电话就报告给他的上级，通过上级再跟这个特勤局进行沟通，我觉得可能最多20秒钟就可以解决问题，是吧？马上报告说那个屋顶上面是可能有人，是吧？那可能立即就把川普立即就终止这个演讲，就带下这个演讲台，可能就不会有后续的这种悲剧的这个发生。为什么长达数分钟没有人进行这个处理呢？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关键的问题就是那个警察在第一时间收到这个现场目击者的警告以后，报警以后，他究竟后面走了什么样的一个流程？这个流程当然后续肯定是要进行调查的，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包括国会众议院的议长这个约翰逊，他都已经立即在 X 这个平台上面他贴出来说，我们对这件事情要彻查到底，一定要查清楚它究竟是怎么回事，由于哪些人究竟卷入进了这一次的刺杀的这个事件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有关刺杀的阴谋论，对吧？我们目前只能够说它是阴谋论，因为到目前为止，刺杀发生到现在，刚才我们所讲的所有关这件刺杀的所有的信息，我基本上跟大家从头到尾做了一个梳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之中，它的确存在很多的疑点，但是呢，我们的确也都缺乏很多确凿实锤的证据。现在流行的阴谋论呢，主要是有2种。第一种阴谋论呢，是在极左的圈子里面流行的。这种说法就是刚才我提到说，这次的刺杀事件是川普自导自演的，他自己可能去找了一个枪手来向他自己假装开一枪，然后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受害者的角色，用这种方式来提升他的这个人气，是吧？来这个拉选票。我觉得这种说法呢，至少就我们目前所了解掌握的有关这次刺杀的所有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是不值一驳的。它不仅是毫无证据，而且它也违背一个起码的常识。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川普那个视线的镜头，是吧？那颗子弹擦着他的这个太阳穴过去，就不到半厘米的这个距离，把他的右耳击穿了一个洞。你要说哪个说造假的人，他可以造假到这种份儿上，这玩命到这种程度，我觉得我就说他是违背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而且这种说法他也没有任何的这种证据，对吧？第二个呢，倒是普遍比较流传的阴谋论，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不管是在中文圈还是在英文圈啊，在这个社交网络平台上面，已经这个有很多人都在质疑说这个特勤局是有问题的。这个有问题，它是双重含义。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特勤局是不是存在说不专业，就是他们的这个安保的设置上面出现了重大的工作漏洞。这是一种工作失误，这是第一方面的问题。第二方面呢，就是质疑说，特勤局是不是里面有内鬼啊？某些人、个别人，他们可能也是比较这个极左的，也是比较恨这个川普的，那可能也许就跟这个克鲁克斯可能是不是有一种勾结，背后是有一个阴谋，是吧？有一个团队的存在，克鲁克斯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等等，就是在流传这些问题。尤其是这个谷仓的那个屋顶，它是不是有可能是被有意的开放给枪手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都提到了，说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说你看枪手没开枪的时候，这个特勤局迟迟没有做出反应，枪手刚刚一开枪，立即几乎是在第一时间瞬间就被这个特勤局就给击毙，就立马就发现了他，就把他给现场就击毙了。那很多人就说这个是不是一种灭口啊等等？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去看待它呢？我个人的看法啊，我也只是说到目前为止，根据我所搜集到的信息，我所做出的一个初步的判断，只能说供大家做一个这个思路上面的参考啊，因为也许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相关的证据会曝光出来，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做出的一些解读和一些判断，有可能不一定是这个准确的，对吧？就我个人的看法，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以上我们所讨论到的这些疑点呢，它其实都是客观存在的。是吧？尤其是那位现场目击者，他已经接受媒体采访，他把这些全都已经给媒体说出来了。他说：“我就看见那个枪手爬上去的，但是我都已经报告给警察，但是警察却没有做出这个处理，是吧？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呢，我也要说到目前为止，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不足以让我们立即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一次的刺杀事件。”就是特勤局你背后有内鬼，甚至有更高层的这个政治势力的勾结，然后可能再这样子来做，至少没有证据，是吧？这么说，因为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来讲，就说特勤局的这种狙击手，大家可能都看到那个照片了，是吧？就是特勤局的狙击手，他们是在川普身边的另外一个，就是距离川普非常近的一个建筑的屋顶上面，他们有架设了有2个这个狙击手。
然后呢，特勤局的狙击手，他其实我们都知道，狙击手啊，他是非常专业的，他们都受过这种长时间的训练。他在枪响的瞬间，他就可以立即捕捉到对手。就是枪没响之前，你要在360度的这么大的一个范围之内去搜索，说是究竟哪儿有这个埋伏着一个狙击手是吧？埋伏着一个枪手，他可能也许短期之内他不一定说就能够马上就锁定这个对象，但是一旦枪一响，他立即就可以锁定这个对方的这个位置，那么他就立即可以发起这个还击。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就是狙击手，尤其是这种专业的狙击手里面，他都是往往有时候他等着对方开枪是吧？对方只要开了第一枪，他立即就可以锁定对方位置。为什么很多狙击手在开了第一枪之后，他马上要换地方呢？也是因为这样，因为对方的狙击手可能会马上就会锁定他的位置，会对他造成一种致命的威胁。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说，就是在枪响以后，客观的说，狙击手、特勤局的狙击手，他们立即就可以锁定这个枪手的位置，并且予以击毙呢，是可以说得通的，是吧？精神上可以说得通的。当然，你很多人他就要质疑说，你这其实就是在灭口，这种作为一种猜测吧。我觉得从理论上说，我们也不能够绝对的排除，对吧？我们说了，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缺乏相关的证据，我们其实没有办法说立即的就给任何一种这个情况去下一个定论。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看来，目前这个事件最重大的一点，它的最关键的要害就是它背后究竟有没有阴谋，是不是这个枪手是不是独狼等等。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对，就是目击者报告警察已经发现枪手以后，到最后枪响之间这4到5分钟之内发生了什么，这个过程是最关键的。这个过程要在后续的调查之中，包括媒体的这个报道之中，我们看，如果说他能够把整个这个过程详细的时间线都捋出来，接到报告的那个警察他究竟做了一些什么，那么如果说他有把情况反馈给这个他的上级，或者说反馈给了特勤局，特勤局是采取了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因为特勤局我们知道他们是有流程的，他们一旦接到说发现有可疑的情况之后，他们是有一整套的预案，他们按照这个工作流程是怎么走的？这个流程过程之中究竟有没有出现失职？是无意当中的一种失职，还是有意的放纵等等？这些后续的都要在调查过程之中去进行一个理清，都是需要证据来说话的，对吧？它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目前这样一个非常敏感，大家看到这么一个美国大选已经到了真是动刀动枪、刺刀见红，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的时候是非常敏感的，很多信息啊，很多情况，我们如果说没有充足的这个证据，其实我们是不太适合说贸然的就立马去下一个定论，是吧？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是比较就是客观的、比较负责任的这么一种态度吧。那么接下来最后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次刺杀它对整个大选的影响。这个影响，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可以用一句话来跟大家说：你无论怎么样去评估它，都不为过。可以这么说，这次刺杀事件它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你要照我个人看法，川普这神奇的一转头，他几乎可以说避免了美国可能爆发一次内战。我就说，美国距离内战也就只有不到1厘米的距离了。就是这么闲，就是这么悬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知道，如果说川普大家想想，在昨天如果川普他没有躲过这一次的刺杀，被当场是这个刺杀在这个现场的话，那我觉得整个这次这个大选不用说了，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共和党就会要输掉这次大选。那尤其是对川普的这么巨大的支持他的这么庞大这些人群里面，很多人他们究竟会做些什么？因为他们一定会认为说，这次刺杀的背后可能会，尤其是那些极右的啊，尤其是一些极右的一些势力，他们手里都是有枪的。我们都知道，在上一次大选的时候就差点出现这样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如果说川普昨天他没有能够得以幸存，那么我觉得美国至少是爆发局部的这种动乱，就是开枪开炮这样式的这种事情，我觉得是大概率的事件啊，甚至真的都不绝对排除说美国可能最终会引爆一场巨大的这个内战，是吧？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刺杀事件，它的影响有多大？所以我说你无论怎么样去评估它，都是不为过的。第二个呢，就是川普，刚才大家看那张照片了，是吧？他满面流着血，然后呢，这个挥拳留下了这么一个史诗般的画面。这句话也不是我说的，这句话是左媒 BBC 说的。BBC 都直接都说，这完全就是一个令人震撼的一个史诗般的画面，是极具震撼的效应。
就在昨天，我看到都有大量的中间选民，就是因为这张照片，他们立马就在下面这个在 X 平台上面表态，说我会把我这一票会投给川普，是吧？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是压住这个网站，因为博彩网站嘛，对这个川普当选总统的这个压注是急剧的暴增啊！有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在类比说，当年我们刚才提到说里根遇刺以后，是吧？里根遇刺以后赢得了49个州，川普是不是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程度？我们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就的确客观的说，这次的刺杀事件，它极大的提升了这个川普的人气，提升了川普的这个选情。当然，第三一点呢，就是后续的这个调查结果，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后续调查会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会不会有这种一些真相会被掩盖等等？我觉得现在我们都难以预料，都不排除任何的结果都是不排除的。这个调查结果有可能真的是给你一个真相，让你非常震撼的真相，也有可能是就是大家常规的以为说啊，他就是一个独狼行动，这个人已经被击毙了，已经死了，没有什么其他事儿了，没有任何其他人参与进去，就这样就不了了之，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注意，现在的美国我们都看到了，是吧？美国自从这种就是出现这种分裂，走到现在，这种分裂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相互之间一种仇杀，是吧？对川普的行刺就是一个非常这个具体的一个例子了，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的时候。而且美国我们看到针对川普所发生的很多都是前所未有的，是吧？川普作为一个前总统被抄家，然后被这个控告、被定罪、被送上法庭，还要被他施以这种巨额的罚款，所有种种的操作吧，就是经济上要搞垮，这个身体上也要搞垮，政治上也要搞垮，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美国过去这200多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种事情。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就是在涉及到川普参加竞选的这个问题之上，美国的在过去200多年的运转的非常这个就是顺畅的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已经出问题了，它已经明显处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就是其实不光是美国这样，我们看你要观察中国政治，观察中国大陆的政治，观察中共的政治生态也是一样的。当一个机制是吧，一个政府、一个制度、一个体制里面，它频频的发生这种前所未有的事情，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密集的发生前所未有的事情，它就一定说明一个问题：这个机制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你就已经不能够再用它过去在正常时期去运作的那种状态、那种机制来思考问题，你不能够再用那种状态里来去对未来做出一个判断。说这个事情可能会未来会这样走，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很有可能都是不准的，因为这种前所未有事件已经频频发生，就说明内部已经就是说白了，就是内部的无论它是明规则还是潜规则，还是说灰色机制，所有的都已经乱了套了，它已经不再按照过去既定的那个游戏规则来行事，所以我们也就很难说用过去的游戏规则的这种常规的思维来说给未来去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预判，是吧？到目前为止，我们跟大家就是分享的这个信息呢，能够做出的判断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只能说我们保持一个密切的关注，对这次这个事件它的调查最后会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包括它对这次大选的影响，是吧？就我说吧，就是我还是在最后啰嗦一句，我觉得这次的事件，它对川普的选情，它肯定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推。至于说最后的这个大选的结果究竟是怎么样，我们其实还得要等到这个11月这次的投票的日子过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到那个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观看和收听，也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欢迎朋友们呢给我们这个留言，你不管是有不同的看法也好，只要是理性的讨论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那或者是分享你所就是我不知道的而你知道的这种信息，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在这个明天的节目之中和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